什么是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到底在哪里？最初我以为香格里拉就是香巴拉。藏传佛教的经典《十轮经》里面讲，香巴拉者，环以雪山，状如八瓣莲花，中心有嘎拉哇王宫，其地无贫无苦，无疾无亡，林木常结硕果，田地常待收割，众生不知不迷，共修十轮金刚法。大藏经单座里面也提到，雪山环抱，莲瓣分育，金珠宝藏，民皆安乐，不贪不嗔，与天地共生，是为香巴拉净土。按照以上佛经当中关于香巴拉的描述，香巴拉就是一个极乐净土，是一个理想国，是一个虚构的世外天堂。我当初认为香巴拉就是香格里拉，那么所谓的香格里拉应该是不存在了。但是在2024年我摩旅西藏走318出藏的时候，我路经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却发现这里真的有香格里拉市。这里确实风景很美，你看风景如画。这里的小镇古香古色，香格里拉，这里的人们载歌载舞，这里的佛寺庄严殊胜，让我一度怀疑这是一个没有忧愁的地方。我不禁流连忘返。来了，香格里拉，看看香格里拉古城的样子。香格里拉，西方人称之为桑格雷拉，这个名字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超高，以至于在国内还有一个5星级酒店集团以香格里拉来命名。那么香格里拉在西方人的眼里究竟是什么含义呢？在欧美文化里，香格里拉等于乌托邦、人间伊甸园、隐秘的完美乐土。这片乐土风景优美，没有纷争，生活安逸，宛如童话里的天堂。更有意思的是，欧美人向往的这个天堂居然是在中国，这是为什么呢？要解开这个谜题，还得从一本小说说起，那就是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千万可别把它当普通的奇幻小说看，这本书啊，在当年的西方火得一塌糊涂，堪称是秘境圣经，里面的故事比我们现在看的悬疑剧还刺激。这本书的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1931年的时候，有一架载着4个西方人的小飞机啊，从印度飞往重庆，在半路上呢遇到诡异的气流，直接失联了。搜救队找了半天，连个碎片都没找着，所有的人都以为这几个人嘎了。结果呢，几周以后，一个幸存者跑出来说，他们坠落在喜马拉雅深处的一个山谷里面，被一群穿着红袈裟的喇嘛给救了，带到了一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小说里面写的细节啊，现在琢磨起来全是钩子。你看，山谷里的人能活上百岁，脸色还非常的红润。喇嘛们呢会好几国的语言，跟掌握了世界密码似的。那个雪山脚下全是牛羊，藏式的木屋一排一排的，古寺的钟声能飘出老远。这本书能火不是因为文笔好，而是因为希尔顿把小说写得就像报告文学，故意模糊了虚构和真实的界限，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呢，这不是小说，这真的是一篇秘境报告。于是乎这本小说勾引了无数的探险家、富豪，疯了一样的往东方跑，有的死在雪山里面，有的赔光了家产，啥也没找着。这股热潮一直烧了几十年，这几乎像极了我们现在某些人看了一本精彩的小说以后，就认为小说里面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看来脑子抽筋是全人类共有的事情。不过呢，换位思考一下，为啥西方人对于香格里拉这么执着呢？本质上就是因为在乱世里的人太需要一个精神寄托了。我们来看看这本小说诞生的年代这个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鬼样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15年，尸山血海大家还没有忘记。到1929年的时候呢，大萧条又席卷欧美，失业、破产、街头饿殍，法西斯抬头，二战的阴云压顶，所有的人都在等待下一场的毁灭。
西方的那套进步、理性、基督文明的信仰彻底睡了。一方面是机器越来越发达，人却越来越异化；一方面是文明越来越高级，但是打仗却越来越狠；一方面是钱越来越多，但是人心却越来越贪，社会越来越割裂。人们要的不是现实啊，是逃出现实的出口啊。就像东晋末期的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也是同样的道理，描绘了一个远离世事动荡的世外桃源。希尔顿描写的香格里拉刚好就是没有战争，没有贫穷，没有内卷，人活几百岁，各族各教的人和平共处，雪山环抱，智慧永存，这样一个世外桃源，谁不向往呢？这本小说啊，精准地命中了当时西方人的集体焦虑，怕文明完蛋，怕自己被时代碾碎，想找个地方喘口气。这种神奇的地方是人间应该有的吗？我当时看着地图上的香格里拉，心里想啊，这种人间天堂无论如何也应该去看一下。快到香格里拉市的时候，我从风景台上看着远方的这个城市，确实把我给美哭了。在这里，雪山、藏寨、经幡、酥油茶一应俱全。除了老人的岁数不是个个都100多岁，喇嘛们也无法讲多国的语言，其他的环境描述还真的跟希尔顿小说描绘的一模一样。但是当我问起当地人香格里拉是咋来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呢，他告诉我，他从小生活的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中甸，2000年之后才突然改名。我后来到查了档案馆的资料啊，才知道真相。2001年12月17号，中甸县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县，目的很简单，就是借这个名字搞旅游。据说啊，这个是20世纪最为成功的旅游营销。说白了，这就是一个人造秘境，和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因为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的世界本来就是一个虚构的世界嘛。有个著名的作家说过啊，人无法写出自己没有看见的东西。所谓的想象，本质上都是对于现实的加工。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希尔顿呢，一辈子没有去过中国，更没有踏入过藏区，连藏语都不会说。可是他写的香格里拉，不管是雪山的走向、藏寨的布局，还是喇嘛的衣服，还是当地人的吃食，都写得丝毫不差。这绝不可能是瞎编的呀！他的灵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纠缠了我好久，直到我骑着摩托车踏上了甘南的洛克之路，穿过那叠山峡谷，冲破云雾，见到扎尕那的那一刻，才终于有了答案。这个答案就藏在一个奥地利探险家的经历里面，而这一段经历比希尔顿的小说还要传奇。这个探险家呢叫约瑟夫·洛克，是一个被历史埋没的狠人，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角色。1884年的时候，他出生在维也纳，父母早死。16岁的时候辍学打工，愣是凭着一股狠劲，自学了7种语言，包括藏语、汉语、梵语。从这一点来看，就不是一个平凡人啊。1907年的时候，23岁的他孤身一人去了美国，从洗碗工开始做起，最后混进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成为了专职的探险家。1925年的春天，37岁的洛克带着资助，背着相机、标本夹、枪，钻进了甘南的大山里面。那个时候的甘南呢，战乱不断，匪患横行，基本上就是一个有来无回的地方。那个地方没有人轻易敢去。而扎尕那这个藏语里意思是石匣子的村子，成为他这一辈子最惊人的发现，也是解开香格里拉之谜的关键。当年的扎尕那与世隔绝，四周全都是刀削斧凿的岩壁，最高处海拔4000米，白龙江从谷底流过，藏式的木屋依山而建，经幡一吹，云雾缭绕，活脱脱就是希尔顿笔下的秘境的原型。看到这儿你就懂了，所谓的秘境从来就不是瞎编的。洛克呢能在这片绝境里面活下去，还能顺利的搞科考，全靠一个人，卓尼第19代土司杨基庆。这位土司绝对颠覆你对藏族土族的首领的印象。这个人呢也是一个传奇啊，1889年出生，从小呢既学藏语也学汉语，还会说英语，平时呢还爱穿西装戴礼帽，甚至呢还会用相机拍照。洛克在日记里面说他是甘肃最特别的统治者，两个人的相遇啊纯属偶然。洛克刚刚进卓尼的时候就被当地的部落给拦下来了，当成是外国的间谍要扣押。就在僵持的时候，杨基庆刚好路过，看到洛克身上的相机和标本夹，又听到他用流利的藏语解释，一下子就来了兴趣。更意外的是这两个人呢一见如故，居然在禅定寺举行仪式，拜了把子。洛克呢大2岁当哥哥，而杨基庆当弟弟。
在那个乱世里面，这份跨国籍的兄弟情啊，比金子还要珍贵。杨基庆土司不光给洛克配了向导、骏马和物资，还破了一个大例，允许他进卓尼禅定寺。这座寺庙建于1295年，是甘南最古老、最神圣的藏传佛教的寺院，里面藏有包括大藏经在内的大量的典籍。要知道那个时候外人能进禅定寺就很不错了，想要翻阅大藏经门都没有。这些典籍啊，在藏民的眼里是神圣之物，只有高僧才能配。洛克能有这份待遇，足见杨基庆的信任和开明。而就是这份信任，也为后来的香格里拉的传说埋下了伏笔。说实话，这份跨越国界的情谊比传说本身更让人动容。正是由于这份信任，让洛克能够完整的记录下他在扎尕那的一切，给希尔顿的小说提供了最鲜活的素材。在扎尕那的那3年当中，洛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着个相机和标本夹满山去跑。他遭过的罪也不少，比如摔断了肋骨，在风雪当中迷过路。最惊险的一次他差点喂了熊。那是1926年的春天，他带着向导到叠山深处采花，走到一处窄窄的岩壁栈道的时候，突然窜出了一群野熊。领头的公熊体型巨大，眼睛通红，向着他们就扑过来了。向导吓得魂都飞了，转身就跑。洛克倒是冷静一边后退一边举枪，结果他发现枪里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所以没敢胡乱开枪，蹲下身子假装示弱，把标本夹挡在身前，靠着岩壁的凹陷处躲着。就这么他们僵持了快半个小时。公熊呢，见他们没有攻击性，又被远处的惊欢声所吸引，才慢悠悠地走了。这场死里逃生的经历，洛克记在了日记里面，字里行间全都是庆幸，也更坚定了他记录这片秘境的决心。3年来，他采集了数万件动植物的标本，其中有一个叫紫斑牡丹的，当时西方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一发现直接震惊了世界植物学界。他还拍摄了上千张照片，把藏民的种地啊、祭祀啊、转经的样子啊全部都拍下来，甚至还拍下了扎尕那拉桑寺的全貌。这座建于顺治2年的古寺，香火鼎盛，壁画精美，画的就是香巴拉的样子。这就是希尔顿笔下香格里拉喇嘛庙的原型。1928年的时候，洛克把自己在甘南的发现写成了46页的报道，配上了照片，发表在国家地理上，一下子就火遍了西方。报道里，他把扎尕那的山川、藏民的生活、禅定寺的样子写得明明白白，还画了地图。远在英国的希尔顿看到这篇报道和照片，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他把洛克写的扎尕那再加上自己的想象，就写出了《消失的地平线》里面的香格里拉。说白了呀，希尔顿笔下的秘境不是瞎编，就是洛克镜头下的扎尕那的文字版。洛克才是香格里拉真正的幕后推手。讲到这儿，你大概也听明白了。所谓的秘境啊，从来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有人用脚一步一步量出来，用命记录下来的。现在呢，我们都可以去到扎尕那，还可以看到洛克当年在这里居住的小屋。时光过去100年，伊人早随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所谓的没有战争，没有贫穷，没有内卷，人活几百岁，各族各教和平共处的香格里拉，不过是有人为此处的秘境默默的守护。当年的扎尕那没有公路，山路崎岖，这片藏在石匣子里面的世外桃源也鲜有人知。洛克这个西方人能够进入扎尕那，在那里生活和考察，完全是靠着守护这片土地的杨基庆土司。可惜的是，我在查询相关的资料后发现，杨基庆在1937年的战乱当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暗杀了，年仅48岁。这位开明的土司一辈子都在护着卓尼的百姓，护着藏传佛教的文化，也帮着洛克，不光是兄弟情，更是希望通过洛克的报道，让世界看到卓尼，让这片土地远离战乱。可是没想到最后居然死于非命。杨基庆死后呢，他拼尽全力守护的禅定寺在后来的岁月里面被毁损了，壁画经卷要么丢了，要么被烧了，有的呢还被偷运到国外。扎尕那的拉桑寺也没逃过一劫，现在只剩下了残垣断壁和岩壁上的经文，还在风雨里诉说着当年的辉煌。历史就是这样，有太多的遗憾，我们改变不了过去，但至少我们能记住那些为守护这片土地拼命的人，记住那些岁月藏起来的故事。如今的扎尕那游人如织，如今的甘南被称作为小西藏。这里风景优美，却没有远涉西藏的路途遥远。这里藏文化浓郁，各族人民都和睦相处。这里夏季凉爽，在内地是40度的高温天，在这里的气温只有20几度。
是名副其实的避暑胜地。所谓的香格里拉虽然是希尔顿的想象，但是甘南的扎尕那是香格里拉灵感的源头。当我骑摩托车返程的时候，车轮压过洛克之路的碎石，嘎嘎直响，风里混杂的微桑的香味和酥油的味道。路边的人们或者在悠闲地看着风景，或者在山上的草甸上搭起帐篷。这片土地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战乱了，长寿而不老，和平而安宁，富足而悠闲，已经在人们的欢声笑语当中逐步成为了现实。所谓的香巴拉从来不是虚幻，所谓的香格里拉也并非仅仅是理想国。那片净土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等着我们去发现，等着我们去创造，等着我们去守护。Hey kid， 我是校风，一个实证的藏学研究者。关注我，带你发现一个真实的藏地。下期的节目呢，我们将来到卓尼县的贡巴寺，这里是甘南第2大的藏传佛教的寺院。这个寺院有完整的6大扎仓，还有爱国高僧喇嘛噶唠昌的传奇故事。在贡巴寺的大金塔内，有位老僧给我详细讲解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关系，让我不禁茅塞顿开。那么我在贡巴寺的见闻具体如何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Everything will end up alright. Just push yourself, test yourself, figure out what you like, and find your limits. Don't be rigid, always work towards a prime. Surround yourself with open minds. People can change your life. A few friends with intent can help you feel alive. Find a passion, take some action, and with a little time, just be patient, make a statement, try to enjoy your life. They'll try to kick you while you're down. They wanna rise up while you drown. They wanna fill your head with doubt. They're silently scared that you'll figure it out.